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看一看肖战的八字。我虽然不是肖战的粉丝，但是今天在网上突然看到他的八字，觉得从八字来看，他的人品应该是不错的，而且发展前途会非常好，所以特别为大家分享一下。肖战呢是戊土日主，身弱，喜欢硬币来帮身。他是一个伤官配印格，而且身弱成格，应该会名利双收，一生都会有贵人相助，而且有很多人会暗暗的帮助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枭神夺食。很多人会说枭神夺食不是不好吗？可是朋友们，作为一个身弱的格局，枭神夺食是不成立的，因为这里的枭神是治不住原局的食神的，反而会带来好事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说肖战的贵人运非常好，因为任何的口舌之争，特别是演艺圈的网暴啊、丑闻啊，都会有人明里暗里的帮助他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八字，名利双收吧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格局，天干地支分别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干，天干的话，戊己土非常好。丙丁火也非常好，其实木也可以，因为官煞会来生助这个正印，然后形成流通，所以也是非常好的。那天干不喜欢什么呢？壬癸水特别不好，壬水会绊住这个丁火，用神被绊，所以是非常不好的。癸水也会冲克这个丁火，流年大运的天干地支是非常强的，他想冲哪个就冲哪个，所以就算他原局有2个丁火，但是还是会被冲。艮辛金也不好，因为会克制住丁火，而且泄耗太大，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。地支呢，辰土丑土不行，晦火生金，戌土也不行，申酉戌三会金局非常的不好。未土可以，流年大运如果是来的未土，那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说。然后巳午火也非常的好，特别是午火形成巳午未三会火局，这个是非常的好的。而且今年2025年地支的巳火来得非常好，也是他的禄神，所以我预测肖战会有一个很大的闪光点，今年算是一个高光时刻吧，特别是4月以后，我们还是蛮期待的，来看看我预测的准不准。然后呢，午火也很好，他这个大运就走的是午火运，我觉得不错。明年是丙午年，所以我觉得他今年发生的这个高光时刻会延续到明年去，也会非常的好。而且这个午未合火也是非常的好的。那地支不喜欢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亥水可以，子水不行。而且特别的不好，在子水的年份，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问题，例如丑闻啊，被人泼脏水啊，所以子水是特别不好的。不知道2020年肖战过得怎么样？应该这一年有一些问题吧。然后呢，申金酉金也是不太好的，寅卯木反而会比较好，因为寅卯木会克住，特别是卯木会克住这个酉金，反而不错。但是呢，也一般吧，因为这个寅卯木来的时候会形成一种，怎么说呢，口舌是非的问题。因为这个官煞来了，然后又配合伤官和食神，以他的命局来说，会有很多口舌是非、争端之类的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大运吧。我们从21年开始看，21年是个乙未大运，所以这个就非常好。天干的乙木会生出这2个丁火，形成一个流通的局面。乙木生丁火，丁火生未土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好的。而且乙木会克制这个伤官，地支的未土呢，也非常的不错。虽然有生金的问题，但是未土是燥土。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反而会生出这个地支的巳火。肖战出道应该也是在这个大运吧，我预测应该是开始走大运未土这个时候，
所以我会推测在14年和15年开始。然后反正我是知道他一飞冲天是在陈情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应该是2019年。2019年这个亥水不错，亥水会泄耗这个申酉金，然后天干的己土也来帮身，而且这两个劫财，身弱最喜欢遇到劫财，正好劫住这个偏财，所以他会在这个19年一飞冲天的原因也应该是如此。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大运，就是下一个甲午大运，就是他如今走的这个大运。开始前几年，就像我说的，这一年应该不是太好，过后这一年应该来说一般，也不是太好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甲午大运虽然是一个好的大运，但是前面走的这几个流年，我觉得还是会跟他带来了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小人和压力上的问题。就像我说的，特别是2020年天干艮金生住这个伤官的力量有加大，破坏了原局的这个平衡，而且地支的这个子水，我之前说过，这个地支是非常怕子水的，子水被原局的申酉金生住，会来克住大运的午火，形成一个子午冲。这种大运和流年相克的，就会形成外部环境对它的压力，而且这个子巳还会暗合，这也是把地支唯一的巳火合住。这个巳火在它的原局中非常重要，如果是被克住或者是被合伴住，那它天干的火就没有了根，力量就会消失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年他应该过得特别不好。我觉得之后的遇到子的年份，他都要特别注意这种小人啊、丑闻啊，或者是被人恶意陷害之类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就像我说的，不管他走怎样的流年，只要大运配合的好，他的贵人运一直都是非常旺的。所以流年不利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他的名气还是会有大大的上升。我们再看看之后他的大运走的怎么样。这个癸巳大运也是非常的好，因为身弱又碰到一个禄神大运，天干的这个癸水又是正财，虽然有冲克，但是两个丁火有地支的巳火强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怕被冲的，反而我觉得这个正印会帮助日主本身来夺取这个财，所以我觉得他的癸巳大运应该走得非常好。在这个阶段，我觉得他应该名气会更加进一步。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唯一不好的是之后这个壬辰大运，因为辰土里面本来就带有水，然后这个天干的壬直接合伴住两个丁火，所以我觉得非常会招小人的一个流年。我觉得这个大运肖战需要非常的注意，而且辰酉合金，地支食伤的力量是非常强的。我觉得这个大运确实需要注意，特别是2040年的时候，他的名誉一定会受到损害，但是熬过去应该就会比较好了。我们再看看下一个，他下一个这个辛卯大运还是算不错的，我觉得会有翻身的机会，那就没有问题。整体来说，肖战这个八字还是非常好的。首先戊申生在酉月，就是秋天，他的这个天赦日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天赦日，那他一生都会平平安安，逢凶化吉，而且伤官配印这个格局对身弱来说非常好。首先他的正印是非常有利的，可以把伤官的尖锐之气所磨灭，食伤的正面影响也会大大提高。虽然是身弱，但是因为它这个印非常好，这个格局配得非常好，对从事演艺事业的人来说，食伤旺身强是非常好的事儿。虽然他身弱，但是因为他的印很旺，所以这个平衡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适合在
演艺圈工作的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2019年的时候一飞冲天。我觉得随着时间，他的专业技术越来越好，我觉得他的名气也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肖战这个八字的整体总结。我觉得他的八字还是非常棒的，不然也不会成名，这是肯定的一点。但是他问题还是有的。首先他这个八字印星非常旺，所以印星旺的人，不管身强身弱，都还是会时常遇到一些懒散的时候、不开心的时候。反正我是知道演艺工作是非常忙的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忙碌会对他自身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不愉快，而且在特定的年份，我觉得会有形成这种抑郁的风险。但是这种抑郁是别人看不到的，特别是在流年遇到了正印授课或者合办的时候，这种遇到小人的年份，他的运势就不会那么好，会有很大的阻碍。但是呢，他的贵人还是很多的，这个被绊住了，其他的还是回来帮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容易招小人的八字，但总体来说，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发展越来越好吧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各位肖战的粉丝们，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的，请多指正。我不一定是谁的粉丝，分享八字呢，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。整体来说，我还是希望我分析的每一位都能越来越好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祝愿肖战在2025年，像我说的，能再创一个闪光点。就这样吧，再见，拜拜。